求求你，让我见见花鸟使吧！求求你，让我见见花鸟使吧！我求求您了，您就让我见见花鸟使吧！我求求您了，你让我见见花鸟使吧！阿宁，我好痛，我想回家。范儿乖，你兄长一定会救你的。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你让我见见花鸟使，你让我见见花鸟使。张长阳，范儿是你的亲弟弟，也是你唯一的血亲，你难道就这样看着他遭病痛折磨，不为什么？阿宁，不能进，真不能进。回家吧，范儿的病好了。你恨我，杀了我便是。可你怎能对自己的手足坐视不管呢？求你救救他，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求你救救他！没事吧？张长阳，求你救救他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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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娘子，你就别去了，谁劝都没有用。这娘子是郎君父亲的别宅妇，我们家郎君是绝对不会管她的。我知道了。琴声铃铃，都遮不住外面的哭喊声。蒋军若是嫌他们烦，叫人把那对母子打发了便是，让川渝给他们些钱帛，送到医馆就好了。他们是谁？与我何干？你又是谁？凭何智慧我的行事？我并非要智慧你行事，只是方才在门口，我看到那小儿浑身疼痛难忍，口吐鲜血，但是手中一直紧紧握着这蚂蚱，不曾松手。这毕竟是在蒋府，有何事，我想还是来跟你告知一声，万一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没什么隐情，我只是看他们母子二人不顺眼罢了。若只是因为白氏抢了原本属于蒋夫人的宠爱，蒋军也不会迁怒于那小儿。虽然在外人的眼中，蒋军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佞臣，但我与你相识不短，我深知蒋军并非如此。你觉得我该救他？此时我不好评判，但我觉得你想救他。你把我想得太过慈悲。你是那小儿为何体弱多病？因为临盆之际，白氏难产，几乎殒命。当时他叫得极为惨烈，远远胜过今日。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当时我就站在他们家大门外。他的儿子不该死，我的母亲就该死吗？
牡丹，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得罪花鸟使啊？他又没说不让别人救。先前我还觉得花鸟使是条好汉，没想到对自己的亲弟弟如此绝情。莫要轻易下定论，这是别人的家事，其中恩仇不是我们外人能体会的。如何啊？暂时施了针，孩子睡着了。这小儿的病十分离奇，肢体疼痛无力，左下肢肿胀巨暗。我先前怀疑是生瘤，然其皮肤却无发红，亦无破溃。依我所见，他得的怕是鬼怪骨。这是什么病啊？从来都没听说过。此病骨枯而髓减，发病时病人全身如万虫啃食，痛不欲生。那这还有得救吗？此病虽不致命，然要根治却极为困难。凭我现在的医术，只能暂时缓解。但我曾读过太医署傅圣手的著书，书中曾记载过此病。若要根治，恐怕只有他才能做得到。看来还是绕不过蒋长阳。郎君真的不在府中，何娘子别费心寻他了。进。吃点东西吧。还没有蒋军的消息吗？牡丹店主，吴伯，牡丹店主，随之昨夜就来了，一直在这儿坐着，什么话都不说。许多年前，我也曾见过一次他这般模样。也是因为白氏母子。吴伯，白氏生产之时，他当时也在。究竟发生了什么？虽只能跟你说这些，想必已经把你当成了可以倾诉的知己了。白氏之子出生当日，已是随之的母亲殒命之时。随之，我在这儿。父亲，他在哪儿？
元堂。随之，我想见你父亲最后一面。安娘，你等着，我一定把他找回来。咱们走。家主，家主，夫人难产，会有血崩之事。我安娘要死了！他在为我拼命，命悬一线，我不能舍他于不顾。你先回去，让你阿娘再等等，等我这边无碍了，我马上赶回去。安娘已经等你太久了。她是你的发妻呀，你也曾信誓旦旦地写下此生不负的诺言，为何如今你要这般待她？她只是想再见你最后一面。我欠他的，今生是还不尽了。等来生，我定不负他。什么是绝情啊？生死不离，不过是无情伤人，痴情伤己。他的孩子不该死，我的母亲就该死吗？原来这话，他是这个意思。夫人咽气以后，随之就失魂落魄地跪在床前，整整跪了一夜，直到昏倒，都未曾离开。醒来之后，已成了这副模样，不肯说话，也不肯进食。怪不得他会发誓终身不娶。想必在那个时候，他就不再信人间情爱，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无情之人。他呀，只是看上去
像个无情之人，实则受人滴水之恩都要去报答的。几年前，我老家洛阳的亲人，全都因为染了瘟疫而丧命。我万念俱灰呀，就想自尽了断。也是随之救了我。我不过是他母亲院中的一名管事，一个下人而已。他却亲自到洛阳把我接回来。他跟我说，这些孩子呀，就是我的亲人，这才给了我活下来的理由。他平日那些嬉皮笑脸皆是伪装，随之心里是很苦的。牡丹，即便是你不喜欢随之，但能不能在他落寞伤怀之时，多陪陪他？这些年，他实在是太孤单了。想必他心里也在天人交战吧。他明明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父亲犯下的错。可，他若是救下那对母子，他心里便会觉得是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母亲。可若是不救，他怎么会忍心不救呢？这便是他的困局。磕了这么久了，吃点鲜花饼吧。喝点茶吧。不可。我这次来是来恭喜蒋军的。你的仇人就快死了，所以你不必再心烦。也可以早早的回府了。这白氏母子啊，还真是好骗。我骗他们与你不睦，引他们上钩，请医师前来问诊。这白氏还以为遇到了菩萨，殊知那小儿的病极为棘手，唯有傅圣手才可以医治，任凭谁都回天无力。他们现在人在何处？这个你不用担心，已经打发到底店了。不出3日，必死无疑。多谢你帮我拖死他们，我会将棺材钱备好，就等那小儿咽气。反你走这一趟，赏你的。这是什么？金挺啊，看不出来吗？小娘子，您是？鄙人姓傅，昨夜蒋军说他大仇得报，一时欢喜过了头，饮酒又吹风害了咳疾，让我来给他看看。您走错了，蒋府在那边。招财，你怎么？
看过将军后啊，他吩咐说后院有位娘子右手经脉受损，既然来了，让我也顺便看看。哦，他的手我已治疗妥当，无需外人在。您是太医署的副圣手啊。您所著的医书我全都烂熟于心，没想到竟有一天能见到活生生的您。哦，眼下有一位小儿得了您书中提到的疑难杂症，急需您去看看。哦。小朝阳这病来得挺及时的。进去吧，在里面等着阿娘。嗯。夫人，这些钱帛是给孩子的。感谢娘子救下我儿，娘子大恩，我母子二人无以为报。不必客气，收着吧，快，收着。娘子真是慈悲心肠，只是。您是替蒋长阳赚钱的店主，却背着他偷偷救下芳儿，娘子千万小心，我怕他若发现会对你不利。夫人真正要感谢的人，并非是我。若他真的想让你的儿子被此病折磨一生，这偌大的长安，又有谁能真的救得了芳儿呢？川渝，副圣手的看诊费用不低，我家郎君说，像何娘子这般吝啬之人，若是这般垫付了，日后定要从他处加倍讨要，让我把钱给你。好啊，既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啊，郎君没有了，但是我。何娘子，这些年只有你能看穿郎君在演戏。既然你如此了解他的心思，为何不再劝劝他，不要再自苦了，放下仇恨，才能更开怀，不是吗？他选择救人，是因为他那颗心软绵绵的。只有菩萨才能宽恕一切，可做菩萨多无聊啊！既不能吃肉，又不能喝酒。如果换作是我，我会同他一样，做出一样的选择。所以，不用放下仇恨，放过自己就好了。做个俗人，没什么不好的。走了。哼，自以为懂我可是长安第一堂馆，还软绵绵，你才软绵绵。我直接把钱砸到了白石的脸上。我跟他说：“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蒋军给你的棺材钱，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蒋军没有关系。你若是再敢出现在我们蒋军面前，别怪蒋军心狠手辣，直接把你给白了。听懂了吗？”不好意思啊。你这说的，怎么和川渝说的不太一样啊？底殿外，他亲眼看见你客客气气的将人送走。我那是大庭广众之下，我得给蒋军留有脸面呀。可是私下，我那可是令人发指，专整那下地狱的事情虐待他们。具体干了什么，我就不说出来了，我怕污了您的耳朵。总之是替您出了一口恶气。家里钱够多，买通10点阎王不在话下。你若为了我下地狱，我定亲自去捞你。那还真是谢谢蒋军为我慷慨解囊了。
是我该谢你才对。谢你手段毒辣，解我心头之恨。谢你为我作奸犯科，与我沦为一丘之貉。谢你洞若观火，明知不必说了，一切尽在酒里。我懂得。哎，你手伤还未痊愈，不可饮酒。这杯酒啊，何该我来喝？请懂得。喝猛了，酒后也罢了，别当真。我知道，酒后戏言。蒋军，那您刚刚说的不是戏言吧？您说您的家里钱够多。我这第一次当坏人，打打杀杀的，又是买药又是买刀的，花了我不少钱。不如今日我心情好，说来听听。看在我尽心尽力的份上，看在花满珠要扩大经营的份上，不如把契约改一改，4-6分如何？你这奸商也上瘾了吧？得寸进尺。话不能这么说呀，毕竟我替蒋军干的都是欺善凌弱的事情，你若亲自去做，那不得下火山地狱啊？日日火烤而不死，多恐怖啊！蒋军，这个炭它怎么好像不烧了呢？是不是？啊？哎，蒋军，你看看，这炭是不是不烧了呀？我就这么一个弱点，还落到你小人手上。啊，罢了，就依你。多谢蒋军。既如此，我得敬您一杯。都说了不可饮酒，怎么就不听医师的呢？没事儿，我这许久不喝酒了，我看你这一直喝，心里痒痒的，我就喝一杯。来，你给我一杯也不行。蒋长阳，给我喝一杯。不行。你给我喝一杯怎么了？不行。你这种人，你给我。不行。哎，不行。手受着伤呢。所以不能喝。哎，不行啊！放下，小心，小心。本想请副圣手随我去看看其他病患，可他如今分身乏术回宫去了。真奇怪，你说这宫中才多少人，宫外又有多少人？那些贵人平时锦衣玉食伺候着，难道也会身子弱，容易害病不成？他毕竟在太医署任职，只管里面的事儿，能出来帮忙已实属不易了。可是医者仁心，管他王孙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医师眼中不该是一样的吗？所以啊，才需要像小春这样的医师啊。其实副圣手已经很不错了，他从来没有轻视女子行医，之前还夸奖过你将孩子处置得得当呢。日后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可以记下来，他每个月都会给蒋长阳请平安麦，届时你可以请教他。那太好了，这样他管里面，我管外面，哪儿的病患都不耽误了。小春为何想当医师？我祖父出身杏林世家，一生救人无数。他寿终正寝那日，前来吊唁的人足足排出了2里地。原来小春行医，是因为自己的祖父。刚开始我只是钦佩祖父为人，后来意外翻看了他留下的医书，不知怎的就看进去了。现如今治病救人已经成为了我最重要的事，一日不见病人我就心慌。既如此，那日后花满珠用不上的花，都送给你研究入药如何？真的吗，牡丹？谢谢你。你这手还需用药几日，近日可以试着弯曲手指，但如若感到疼痛，必须立刻停下。好。那我这可否执笔呀？
最近店里有新花上市，我想提前画几幅芍药图，挂于店前。万万不可，作画耗时太长，经脉长时受力，不利恢复。不如这样，我来帮你。我平时常常临摹各式草药，你说的新花让我瞧上一眼，我定能画出来。那太好了，有劳你了，小春。没事的，你可以摸，轻轻的摸就好。牡丹，怎么了？之前来只看手，今日怎么看起花了？这些芍药还未上架，万一他透露给吕万荣，被花行抢了先，岂不糟了？人家是来给我作画的，而且像火药金丹这等名品，并非一两日之功便可以培育出来的，不用这么担心。牡丹对他，似乎与旁人不同。小春确实不似寻常女子，还有一颗医者仁心，是值得让人倾心以对的。这前几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了？你说这什么虫啊？这是疥虫，驱虫之物我们一直都有安置，哪怕有漏网之鱼，也不至于殃及所有花呀。之前施肥的时候，我还特意检查过，没见有什么虫子呀。上批送的花肥可还有留下？这有人在我们的花肥当中投入了虫卵，想要害我们的花。都是我疏忽，施肥时竟没有发现。圣依，你也不必自责。你看这些虫卵，对方投入的都是极小的虫卵，你用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况且这些虫卵要过个2、3日才能孵出害虫的。我去看过了，怎么样？花满珠铺内的梦蝶香都没事儿。还好，看来只有我们家中的花肥被人动了手脚。吕庚春，昨日借口作画，一人在院中待了许久。我还想他为何如此好心，定是他向吕万荣通风报信，花行怕我们抢了贵价芍药的市场，这才让他趁我们不备，暗中投虫。并非只有小春知道我们在种名品，这懂花之人可以根据花肥用料配比来推断出我们的花肥是施给怎样的花卉。况且，这些虫卵很有可能是在进我们家门前就被对方投下的。可购肥的人是咱们自己人，没理由这么干呀。是啊，有机会接触到花肥的外人，就只有吕庚春了。真的不是我干的。还不快回去告诉你阿爷，你们得偿所愿了。这儿不欢迎你，再不走，我老全伺候你。走，哎，大佛，莫要动作。牡丹，真的不是我干的，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我相信你。若真是他做的，何必自投罗网？他应当不知情。就算不是他做的，也定是吕万荣指使人干的。对，你不是不知道，花行一直在给我们使绊子。肯定是他。但我阿爷不是这种人。你再说不是这种人，你再给我说。大福，眼下最重要的是救花，待花无恙后，真相如何我们再论。我去取水，你们赶紧找些硫磺碾碎，放到水中，诱杀害虫。快去，去吧。
牡丹，我也来帮你们吧。眼下正好缺人手，一起来帮忙吧。来。 来，大福，牡丹，小川画的果然好。来，得帮你换个新扎布，免得感染。好。牡丹，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你也不要怪大福跟圣意，华航3番5次的前来刁难，他们也是一时激愤罢了。 我知道同行竞争会耍手段，可我父亲亦是真心爱花之人。他若是能允许我肆意采摘家中芍药，我也不必偷偷来花满处买花了。有一年，长安害了虫灾，全城牡丹凋败，只有父亲研制出了救治之法。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小小花商，却没有因此大赚一笔，而是将此法教授给了其他人。 救了全城的牡丹。父亲常跟我说，钱财错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可若是没有全城的牡丹绽放，这一年就错过了春天。怪不得你父亲能坐上行头的位置，而且一坐就是10年。父亲确实反对女子经商，有时行事过于固执。可他绝非心术不正之人，夏虫乱、摧残花卉这种事，绝不会是他所为。 我当然相信你父亲的为人，可是小春，你父亲如今是行头，花满柱也的确抢了花行很多的生意。有些事情，你父亲不愿意做，可其他人会替他做的。倘若幕后主使真是花行之人，你大可抓了他去找我父亲对质，他一定严惩不贷。 真是愚蠢，故技重施也不知道换个花样。这是哪家的追妃？蔡大郎家的，刚刚送来，人还在门口呢。 店主，可有什么吩咐？你为什么在我的花妃中投虫啊？虫？什么虫啊？我不知道啊。好啊，你不说是吧？大福，把他绑了，扭送官府。不是你们无凭无据的，就是把我当官也没用啊。我反正什么都不知道，你大不了你就判我是个疏忽，我挨几鞭子我受得起。谁说无凭无据啊？以往你来送肥的时候，穿的可都是洗过很多次的旧衣，这如今换了新衣裳不说，还穿上了几段软鞋，以你的工钱，可是撑不起这一身行头的。你若是不承认也没关系，那咱们就去报官。啊
反正雇你害花满柱的人应该给了你不少报酬，这些钱你也一时花不光，到时候官差去你家一搜便可得知。这些钱你不仅一文都留不下，反而还会倒赔我许多。而你这个人，也不是鞭笞几下就能轻饶的。走，报官。哎，别，这店主饶命，店主，我错了，我错了，店主饶命，我什么都说呀，店主，这是我第一次。父亲。平日你除了请安用膳，都是闷在闺房里绣花，今日怎么突然想出门了？在家闷久了，便想出来散散心。好。两位客官，劳烦再帮我加壶酒。吕行头，好巧啊！哦，看来是花满柱生意兴隆啊，店主这么早就开始饮酒享乐了。吕行头，您有所不知，我这是借酒消愁。前几日我的院子里遭了虫害，毁了不少名品芍药。这几日天气湿热，行头你也千万当心呐。往日不都是下面人传话，到底发生何事？今日非要见我。您让我给花满珠的芍药投筹，可您没告诉我，那些个芍药可都是贵价上品呀。你之前给的那点好处，太少了。你个狗鼠奴！你的事儿还没办成呢，就来跟我说这些啊！幸亏没办成，这要是办成了，副行头您认吗？想让他满园的芍药标败不难，多给点钱嘛。要多少？那行头，您怎么在这儿？那副行头又为何会在此处呢？买通花农，害人花卉，证据确凿。外加上次你收买方式，到处散播我的谣言，恕我实在无法再忍。行头，我不愿与花行为敌，这才没有将人证物证递交官府，可还望行头能给我一个交代。我平日常嘱咐你，约束众人可以，但不可以打压太过。我没想到你不但没听进去，还变本加厉毁人家清白，残害花卉乃行中大忌。你身为副行头，明知故犯，我必须依行规将你逐出花行，今后不得再做与花卉有关的行当。吕兄，你我相识多年，你知道这些年我为花行鞠躬尽瘁，若是不让我再碰花了，我下半辈子怎么活呀？吕兄，我真的是一时鬼迷了心窍，我向你保证，日后我定不再做这般事了。吕兄，吕兄，此时的苦主不是我，你该求得原谅的是花满珠的店主。店主，玉莹知错了，我愿意赔偿你的一切损失。我只求你能够网开一面，放我一马。行头也是心软之人，我只是想讨回个公道，而并非断人生计。真正要被看轻看低的，从来不是我们女商贾，而是你这种滥用权职、打压女子之人。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曹玉莹，你必须按照市价5倍赔偿于我。我也希望花行日后可以和我们和平共处，不再对我们掣肘。店主宽宏，我替玉莹谢过了。玉莹啊，虽说为了花行的名声，此事不便公开，
但是父行头之职你是不能再做了。我希望你今后好好务花，你不要再心生邪念了。已经知道了，谢谢行头，谢谢店主。先前见你是女子，低看了你啊，没想到你能把娇嫩难养的火药金丹培育成功。如果店主愿意，我可以破例让你加入行会。多谢行头好意，只是行会对女子的规矩实在太多，不太适合我，还是算了。规矩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还需要考量甚多。加入了行会，日后若再遇见虫害或别的困难，亦会有同行帮忙。女子行商，路不好走，独自打拼更是难上加难啊。世间路万条，有哪条路是好走的呢？我就当是为别的女子先行一探吧。看来我们只能成为对手了。有对手才能时刻警醒，不懈怠。比起千篇一律，我想行头当与我一样，想看到这长安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吧。告辞。展现祝融击石取火的戏，牡丹娘子妙思啊！过奖。这中间的便是火药金丹吧？看起来确实如烈火一般，火焰夺目呀。这火药金丹极为娇贵，养护时需要注意的，我都写在上面了。他是在提醒三郎，该付钱了。没有，险些忘了。那就不客气了。成瑜，谢了。夫人的生辰就要到了，此花送她，正合时宜。这女子呀，她极爱花。店主，我也要一束，就要那赤红色的，送给欢云楼的头海，定能讨她一笑。我要2桌，免得家中那2位吃味。这真是不巧，剩下的这最后一批啊，都被蒋军买走了。哎，牡丹娘子好偏心啊！如此抢手的花，怎都让她第一个选了？这蒋军平时啊，常来光顾我们的店，那自然是优先熟客了。诸位日后若是有时间，可以多来我花满处逛一逛，里面有诸多珍品，无论是送母亲、送姬妾，包管对方满意。那这些品种还会有吗？他的意思是，诸位光顾的多了，成了熟客，自然什么都有了。我已将火药金丹提前分株留苗了，待到来年春日便可绽放。若是需要的，提前预定啊。好，那我明日就去。好嘞。
看来你是真没少买啊！牡丹娘子的言下之意，你都这么清楚啊？钱袋子怎么想，不都一个意思吗？哦。 我刚刚都看到了，方才那舞又没真的起火，你躲什么躲啊？你这花香气逼人，要靠近了，就闻不到酒香了。难怪撺掇我，又是请戏班，又是设宴的，原来是为了卖花啊！哎，可不能这么说啊。 这卖出去多少都有蒋军的一份，此乃共赢。可你一声不吭的将这么多花摆到我的园中，哪有你这般强买强卖的？这之前可是蒋军说的，蒋府所有的花都由花满筑承包。当时你大手一挥，一掷千金的样子，风流潇洒，真是让我过目不忘。 不必了，手受伤了，不能喝。10套。好嘞。小春儿，先前是我误会你了，对不住啊，还请你原谅。确实也是花行的人做的，大夫，我不怪你。你心里肯定有委屈，这样，你给我2拳。不用了，大夫。哎呀，没事，你发泄出来，你发泄出来就好。来，真的不用了，大夫。这样，扎我2针儿。那我还是给你1拳吧。行。原谅你了。完了，行，是个爽快人。那以后咱就一家人了。谁要是敢欺负你，先问过我。这双2拳。还好他说呀，让你给他1拳，我都怕他说自罚3刀。不会的。哎，牡丹，说起刀伤，我有一位病人割到了腿脚，我换了好几种药，可是他这伤口就是一直溃烂不见好。我已经将他的全部病症写下，牡丹，你能帮我转交傅生手吗？没问题。慢走。哎，店主，这盆花怎么办？哎，小春，稍等一下。啊。这是我特意为你调制的香粉，味道淡雅清幽，与你十分般配。望你能原谅我之前对你说的那些话。没事的，都过去了。况且我平日不用香粉，身上有香气，看病时容易碍事，所以这东西我就先不收了。还有2位病人在等着我，先告辞了。怎就这样负了别人的好意？真是不解风情，不识抬举，别与他计较。这是优食堂的手指。你经营店铺，每日侍弄花草，想必很是辛苦。此物可滋润双手。不是献殷勤，
你忽然来找我做什么？上回被你骂了之后，我痛定思痛，反省了许久。那时我确实对你不好，如今我戒了酒，再不如从前那般混账了。我来想问问你，五娘眼下可有意中人了？有没有与你何干？你还记得住在酒坊后头的瞎眼老妇吗？那老妇年轻时……哎，这让一让啊！那老妇年轻时也做买卖，抛头露面，为人不耻，一辈子没有成婚，无儿无女，孤独终老。上个月她死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好好的，为何说起她来？因为看着她，我便想起了你。我不想你也沦落到那般境地。五娘，你可否再给我一个机会？曾经咱们也是有过好日子的。当初你挑唆闹事，险些害得我们失去营生。现在店开起来了，我是真的过上好日子了，你却来说这些，你觉得我会信你吗？那是牡丹将你从我身边抢走，我一时激愤才会那样做的。今日确实是我唐突了，只是你走之后，我一直挂记着你。五娘，难道这些日子你一次也没有想起过我吗？没有片刻感到孤单寂寞吗？好嘞。生意呢？出去了。来，慢走。见你日子过得好了，我就放心了。跟了我，确实又要吃苦。你又欠赌债了？没有，先前的债我都还了。这次我来真不是为了钱，我就是想你了。往后我会好好对你的。这是生意的前夫，往后不要再乱花钱买什么东西了。你个负心汉，还敢来问生意要钱？大夫，他真的不是来要钱的，他是来送东西给我。这玩意儿值几个钱？你是花满洲的二店主，想要什么可以自己买，他给你买，就想用这些小恩小惠骗你上钩。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五娘再续前缘。扯谎吧你！传奇里都说了，我情郎的嘴，骗人的鬼。我今天画的诸天师，我憎服你这只恶鬼。若能因此证我真心，你打便是。你看着，他肯定躲了。你可受伤了？我受点伤没事，五娘无碍就好。我是不明白，他到底给生意喝了什么迷魂汤？王晴那种人就给老全伺候，跟他废什么话呀？你打王晴是因为他之前得罪过你吗？我又不认识他，我那是怕圣意被歹人给骗了。所以你是为了圣意才去打王晴，结果不小心伤到了他，是吗？那你应该对圣意说什么？圣意，今天是我冲动了，对不住。除了对不住，还应该说什么？你应当说，下次见到王晴还要再教训他。这种人，见一次便要打一次。对，我也这样想的。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可是大福，男女之事你不懂。这回王晴真的没有使坏，她只是来关心我的。或许她是真的知错了。王晴干那么多坏事儿，那种人能改过自新吗？我知王晴并非良人，可
可咱们一直抛头露面的，又有哪个良家男子愿意娶我们？如今咱们尚且年轻，还算有的选，可等到年老色衰，生意也经营不动了，岂不是要孤独终老？怎么会孤独终老？你不是还有我们呢吗？对啊，我阿娘也是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没男人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可没男人，你又是从何而来？你阿娘若一辈子一个人，又怎么生得出你？对你们来说，没有夫君，没有儿孙，只有营生与钱财，难道就够了吗？圣宇，人心都会变的。别人给的幸福，那别人也能拿回去。只有自己挣的才是持久的。有人喜欢单喝羊汤，可我若不配上糊饼，便觉得不满足。或许是我太贪心了，我既想过富足的日子，也想要郎君常伴，儿孙满堂。你这不是贪心，你想要的这些都没有错，都是应该的。我也并非阻止你成婚，只是这个人不能是王晴。之前他如何待你的，难道你都忘了吗？你才刚刚跳出这个火坑，生意你莫要糊涂啊！你如今是花满洲的二店主，长得俊又有钱。怎么会找不到如意郎君？比起婚嫁本身，找一个知你的、懂你的人，这才是更重要的。来2张糊饼，店主。哎，来了，客官。多谢，慢用。听闻县主要来，这些点心是臣妇亲自做的，用的皆是最上等的食材，县主尝尝。今日前来，我也备了一份礼。这是湖州顾主山进贡的紫笋茶，享地院仙江之美誉。县主与郎君成婚在即，免不了有贵客登门，以此茶招待，才配得上刘家的尊贵。谢县主。饮紫笋茶呢，讲究时机，在摘下的头2个月品尝，方可持茶留香，晚了可就不好了。县主所言甚是，此等好茶怎能久放？我与主家已经找人算过了，下月初6，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吉之日，正宜成婚。母亲，今日户部告假的人多，我事务繁忙，再过一阵子吧。公务哪有咱们的婚事重要？婚事重要，更需悉心准备，不可操之过急。我于户部多日，终得了些实事可做，过了这阵，再办如何？婚期之事，我们稍后再议。园中花开如雪，子舒，不妨带着县主出去看看啊。
了，别气了，都听你的。等你忙完了这阵，我们再成婚。谢谢。除了这件事，你还有一件事得谢我。你可知道户部的官员为何高价？他们轻慢于你，我便派人教训了他们一番。经过此事，他们必定会反省，以后定不会给你脸色看。你为何连问都不问我一句，便擅作主张啊？是你自己跟我说你无事可做，我只想给你一个惊喜。如今他们不在了，不正好碎了你的意？我这么做只是为你好，你为何不领情，还对我发火？就是，县主，这狗乃大王所赐，主家感念大王厚恩，对他极度宠爱，这才让他肆意在宅子里面跑动，惊着了您，还望县主恕罪。原来是父王所赠，拿过来让我瞧瞧。来，可真是狗仗人势啊！宁王送的狗，冲撞了县主也无妨，只要换作是别人送的，岂不是直接拿出去给打死了？你今日究竟怎么回事？非要和我闹别扭？我只是觉得我同这狗很像，有什么价值，全看主人是谁。子书说这个话，既是妄自菲薄，亦是看清了父王对你的栽培。我知道，你因为我催促婚期，心中不悦，但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做了这么多，我不祈求你怜惜动容，但你至少不应该说刚刚那样刺心的话。莫非你心中还有那何事？不可能，区区一个俗妇，有什么可留恋的？更何况她已经死了。你当我真的不知她如何死的？她不是坠崖而死吗？你要与我成婚，她就不得不死。虽然你不是亲自动手，但她却因你的欲望而死。是他自己失足坠崖，与我何干？子书，你为了一个外人，现在与我知己。我们俩的婚约是你亲口答应的，现在你又过来怪我。我不是怪你，我是怪我自己。怪我自己无能，我什么都把握不住。我的喜怒哀乐，皆被你所牵动。你是这个世上唯一能够把握住我的人，为何次次要将我推开？有人，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不是看不到你对我的好，而是你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难以呼吸。你对我的好，让所有人都怕我，疏远我，让我日后再无同僚好友了。你不需要其他人，你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子书，你还不明白，没有我，你根本进不了户部。你只要惜我、爱我，再高的官职，父王都会给你的。所以我的仕途完全建立在一个女人的闺房软榻之上，是吗？你为何说话如此难听？
你做我的夫君，可以免去党争阵斗的凶险，有何不好？讨我欢心，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你为何要逼入蛇蝎？所以我的理想抱负于你而言，就这般低贱，这般无足轻重。恩典，我难道还要跪谢你的恩典吗？牡丹在刘家时，从未如此看待我，我却不知珍惜。你果真心中放不下何为芳？你是觉得他比我好？区区一个贱妇，他何其无辜！你不该如此轻贱他。无辜？当日在洛阳水玉亭，是他主动来找我演那一出戏，好让你我顺势定下婚约。何为芳巴不得早日与你合离，不惜如此算计你，你还觉得他无辜吗？不可能，何为芳他不是这种人。你们同为女子，他又怎会牺牲你的名节，来算计这一切的？是啊，同为女子，我甘愿舍弃自己的名节，只为了与你在一起。可你听到这些，想到的是何为芳，她不是这样的人。那我呢？我若不那样做，父王怎会同意你我之事？子舒，为了你，我甘愿与那低贱之人联手，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算计在内。你还不明白我的苦心与情谊吗？你当真是疯了！你骗我瞒我，看我如跳梁小丑一般颜面丧气。你让我背负着通奸的骂名，让我背负着对你的愧疚，让刘家因为丑闻不敢也不能推掉这门亲事。如今你还要我装作一无所知，继续与你成婚吗？你这是何意？刘子舒，我已为你委屈至此，你要把我推开？我堂堂县主，愿意放下身段哄着你、捧着你，你当真以为我没有脾气？是我高攀吗？县主，世上怨偶万千，不必再多你我这一对了。生意啊！一场花魁的选拔，竟然张罗得如此热闹，没白来，真没白来。今日欢迎楼只对贵客开放，还要多谢将军能够带我进楼。谢就不必了，我愿带你来。
是因为你自称想学这经商的招数，只要你学以致用，替我挣更多的钱帛，便算对得起我。放心吧，将军，这经营招揽之术啊，我已经记在心里了，日后必定会用在咱们店铺上面。今日这欢云楼，以大面之曲作为开场，更向宾客们分发了这么多有趣的面具，实在是颇有情趣。郎君，这不是我们的酒。换一套备着。是。怎么了？恐怕是伙计上错了，亦或是有心人趁乱放我们桌子上的。那也不必都倒掉吧，多可惜啊！防人之心不可无。霍娘子有所不知，郎君在外饮酒，被人下毒不止一次了。前几年有一次不慎中招，吐了好几口血呢。这么严重？毕竟恶名在外，只能小心谨慎。之前在洛阳，你遇到刺杀你的匪徒，也如现在这般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已经习惯了随时身处险境。同样的情况，遭遇10几次、几十次，谁都会习惯的。看来将军这个贪官也不好当啊。你就别替我操心了。盛况难得一见，何不趁机好好玩一玩？好。子舒，你还不明白吗？没有我，你根本进不了户部。你只要惜我、爱我，再高的官职、父王都会给你的。讨我欢心，不比暗途劳形要轻松得多。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你为何要逼入舍下？谗人高诈，闲事无名，虚节默默喜，谁知无知廉贞。苗子舒，你瞧瞧你这副样子。穷穷竭力，形影相吊，月下独饮，何其可悲啊！何其可悲！郎君，没事吧？我去帮你捡。多谢。
治理水患从民生入手，将百姓的屋宅和田地置于首位。居然还有围水筑田、树水攻沙的思路。这样一来，便可以在日后长久地预防水患再发。如此卓而不群的治水策略，想必是花了不少的功夫。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大王吩咐了，要将他们定期拿去烧了，免得占地方。郎君，你的策论。多谢。高山流水，知己难寻。你还好吧？牡丹，牡丹，刘畅，你才是我心中想要举案齐眉、相敬相爱的妻子啊！你胡说什么呀？牡丹，你与县主联手做戏之事，我已经都知道了。所以呢？过去是我和刘家愧对于你，你这么做我不怪你。如今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我二人重修旧好，我定会。我方才并不知道面具下的人是你。其次，你我之间从无旧好二字。好，那旧日不提，旧日不提。于此我们就算是初次相识，你我二人重新了解彼此。我已经跟县主提出了要解除婚约，我愿意为了你放下如今的地位和名望，好不好？刘畅，我劝你病入膏肓前，先找个医师好好的治治脑子。所以你跟他们一样，也看不起我是吧？是，我是宁王跟县主身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谁又会看得起一条狗呢？可狗生能大叫能龇牙，凭什么我都得忍着？你在我面前何曾隐忍过？现在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你三番四次的纠缠于我，并非是对我情深意重，你只是想从我这里找到你可悲的存在感，让自我感觉没有那么的糟。你想让你的家族荣光平步青云，可你又放不下你的孤高，你无休止的自怨自艾，软弱的将一切痛苦推给是父母的压迫、旁人的不赏识，可你自己呢？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任何。你总觉得全天下的人都看不起你，在我看来，最看不起你的人是你自己。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根本就不是这样。就算我心之所求，可刘家的荣辱全压在我肩上，我如何能抛下这一切呢？若持孤高之心，便守清平之道；若决定逆来顺受，便要承受屈膝之辱。可你非要两者皆求，到最后只会两相倾轧，粉身碎骨。刘畅，先成为个人，再去背你所谓的姓氏吧。先成个人。先成了人。墙角听得有意思吗？穿着大氅，戴着面具，都能被你认出来。你站在这里很难不被认出来吧？
何况隔着面具就能看到你眼神中的身兼巨化。忘了是谁带你入楼的？说错了，是隔着面具都能看到你眼神中的博学多才、才高八斗、斗鸡走狗、狗尾续貂、貂……看来这辈子呀，都无法从你这听到一句好话。一碗风凉，别光顾着跟刘家郎君叙旧。你这出来听墙角，就为了送个衣裳？还有，亥时已过，不能出方，恐怕今晚你要暂住欢迎楼了。已经2更了，只有1间房间了。今日选花魁，宾客众多，实在是匀不出多余的客房了。就这1间，还是平日里郎君小憩用的。你家郎君啊，神通广大的，不必拘于宵禁的限制，就算大摇大摆的出方回府，这武侯跟方正也不敢拦着。不如把这个房间就让给我吧。若我今日偏要做个守规矩的，你当如何？既然如此，那只有一个办法了。